你们知道买彩票中5.6亿是个什么体验吗？一个男人在开启的直播间突然聊起这个无比吸引人的话题。起初，看热闹的路人以为他博眼球、博流量，细看下来才发现，原来他真的就是2011年在浙江彩票中了5.6亿的神秘人。而他10年后现身直播间，向人们诉说的却是他被彩票毁掉的一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天天买着破玩意儿浪费钱。看到桌子上的彩票，妻子乔秀芳忍不住数落起丈夫于勇。你懂什么？现在奖池里的中奖金额都过亿了。于勇的眼睛里迸发出贪婪的目光。过亿能咋地？多大的雨点能落你脑袋上？乔秀芳翻着白眼，鼻翼一扇一扇。于勇没继续搭话，他已经习惯妻子的态度。10几岁就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他，没有文化，只能做着最底层的工作，不停地辗转不同的工地，搬砖赚着微薄的薪水。这样的生活一眼看得到未来，却没有任何希望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看见工友们买的彩票。买这个干啥？能中吗？他调侃地对话工友。老薛上次就中了2万，2块钱就当买个希望。工友的话触动到于勇同样渴望的心，于是从那天起，买彩票就成为于勇心里最大的慰藉。就像人们坚信，只要心中怀揣着梦想，就总以为会有实现的一天一样。而于勇也从最开始的2元慢慢学会了追加。偶然几次中到小奖，更让他深感，也许自己的未来就会因此而改变。眼下看着手中这张200多元买的彩票，他的嘴角扬起希望的微笑。可是在妻子看来，他深陷得莫名其妙。老婆，你打我，快点打我。已经睡熟的乔秀芳被于勇半夜摇醒，瞪着眼睛像是要吃人一样，气得乔秀芳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看着在屋里笑得直转圈的丈夫，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张彩票，乔秀芳的心里明白了个大概。中多少给你了，这样好像疯了一样。乔秀芳又开始翻起白眼。于勇拉着老婆手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5.5亿多，乔秀芳张大了嘴巴，瞬间感觉如同缺氧一般。多少？于勇将彩票递给妻子。我们现在是亿万富翁了。乔秀芳听后咽了一下口水，但神情依旧恍惚。没过一会儿，缓过神来的乔秀芳就抱着于勇一顿乱亲。而当2人逐渐冷静下来后，便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等待着天亮。兑奖时，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，他和妻子都戴上玩偶头套。核对完彩票后，确定于勇中的5.6亿，扣税后他还有4亿多进账。面对这笔巨款，他和妻子决定当场捐给慈善机构2000万。毕竟这也是一笔意外之财，能做点善事，对于于勇来说，也可以让自己心安一些。直到整套的兑奖流程走完，于勇还依旧觉得这件事太过于梦幻。然而妻子的一句话却瞬间点醒了他。这事咱们谁也不能说，就连爸妈也都瞒着吧。于勇听后也表示赞同妻子的说法，不然到时候亲戚们各种借钱，他们也受不了。虽然他们想着低调，但是有钱了又怎么能不享受呢？尤其是当一个人身处的阶级瞬间提升后，物质享受就一定是首当其冲。老婆，你知道4个亿是多少钱吗？于勇有点按捺不住的激动。看着于勇得瑟的表情，乔秀芳想要制止，然而他的内心
也同样是激动的难以控制。于是两人兴冲冲地来到银行。我们要取4亿人民币。银行经理听后，目瞪口呆地盯着两人。银行规定，取大额存款是要提前预约的，而且这么多钱你们也拿不动。无奈之下，夫妻两人只取走了50万的现金。回到家，夫妻俩人看着这50万现金，激动地抱在一起。之后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抛洒纸币，看着天空中缓缓飘落的钱雨，怎么花又成为两人面对的问题。第二天，于勇就去 4S 店全款提了一辆奔驰。看着销售人员热情地跑前跑后，于勇第一次享受到尊贵的服务。开着新买的车，两人又去商场狠狠地消费一番。只要是喜欢的，就闭着眼睛买，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精打细算。不过这些钱花下来，也无非是巨额奖金的9牛1毛。看房子去，于勇说着就带着老婆直奔楼盘。我觉得这俩都挺好的，我都喜欢。乔秀芳看着两幢别墅，有些犹豫不定，做什么选择呢？又不是买不起，两个都要了。于勇的豪言让售楼处的人瞬间都目光聚集到他们身上。哪里来的土豪啊？这也太豪了吧！几千万的别墅一买就是2套啊！售楼小姐窃窃私语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于勇还花重金给父母购置了一套别墅，还专门雇了2个保姆给父母。就在他满心欢喜地去接父母时，被父亲的话浇了一盆冷水。你跟爸说，你是不是做什么犯法的事情了？儿啊，咱家日子虽然过得穷，但是咱们起码过得清清白白。你要是做的犯法的事，你就赶紧去自首。原来看着从前吊儿郎当的儿子，如今豪掷千金，父亲以为他走上歪路。看着父母的满面愁容，于勇扑哧一下乐了。但是他又担心如实告知中了5.6亿彩票，父母接受不了，于是便撒谎说：爸，你想哪去了？我怎么可能违法犯罪呢？我就是做点小买卖挣钱，回家孝敬你和我妈。你放心，我这钱绝对干净。看着儿子信誓旦旦的起誓发愿，父亲才相信儿子是真的出息了，这才放心地跟着儿子住进别墅，享受起富人的生活。不用工作的于勇，每个月的银行利息都是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。然而，每天数着钱过日子，又让他开始觉得无聊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开始带着老婆全世界各地旅游。起初，他们每天都很激动兴奋，可是4处游历回来后，他又陷入一种无聊的精神空虚中。要不创业做点啥吧？想着干一番事业的于勇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后悔莫及的选择。对于一个中学毕业就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来说，于勇并没有什么经商头脑。他总是头脑一热地投资，像他当初买彩票一样，完全靠着运气。而他的运气似乎在那次中奖之后用尽，几年的投资几乎都是一赔再赔。虽然他赔的钱在外人看来让人心疼，但是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毕竟他手里还有大笔的存款。你也不是投资的那块料，不如老老实实做点生意。乔秀芳劝导地说。于勇想着也对，就打算换条路试试。但是小打小闹的生意他早就已经看不上，于是就在朋友的搭桥下做起房地产的生意。为了快速融入地产圈，他开始参加各种饭局，也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金主爸爸。为了巴结他，一些小老板们开始使用非常手段。面对送上门的美女，于勇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渐渐的，
他一步步深陷在诱惑的泥潭里。你这是啥？一次在酒店开房时，他看到美女拿出一颗像糖果一样的东西，于是便忍不住好奇地问：尝一口，能让你直接爽翻天？说着，美女便骑在于勇身上，将一粒糖果放入了他的口中。在糖果的作用下，于勇真的第一次感受到飘飘欲仙。而那次之后，他也爱上这种感觉，或者说离不开这种感觉。你这个不会上瘾吧？于勇也有一些担心地问。上什么瘾？你拿它当什么了？美女调侃的语气让于勇也不再多想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于勇就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糖果，因为没有糖果的日子让他会变得异常暴躁，精神上也开始萎靡不振。无法忍受之下，他只能再找到那个美女。这东西也不贵，你这么一个大老板，天天吃都吃得起。再说，这种刺激的感觉可不是穷人能享受得起的。在见面时，美女已经毫不遮掩。已经逐渐上瘾的于勇虽然心里有些顾忌，可是那种给空虚精神带来的刺激让他开始不顾一切。对于深陷沼泽的人，如果不挣扎地上岸，就只能越陷越深，直到被完全吞没。几年下来，于勇的地产公司早就被他折腾得破了产，身体也在毒物的侵蚀下不断地垮掉。你怎么开始吸上毒了？最开始，乔秀芳也是仗着家里钱多，没在乎于勇折腾。可是当他发现于勇不对劲时，他已经深陷泥潭。我有钱，我想干嘛干嘛。于勇依旧嘴硬。你有钱，前提你得有命花。乔秀芳气得忍不住咆哮，更是忍不住要报警。两口子为此大打出手，甚至吵到要离婚的地步。我看你真是飘的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于父进门不由分说就给了于勇一个耳光。爸！于勇还想解释什么，但是却又不知道要解释什么。谁卖你的药？赶紧报警抓他！于父命令着于勇。面对目光绝厉的父亲和已经泣不成声的母亲，于勇别无选择地报了警。然而，就在他配合警方实施抓捕时，又出现让他无法接受的意外。于勇报警后，按照警方制定的抓捕计划，将女人约到他们经常约会的酒店。你不是前2天刚要过吗？怎么磕得这么快？小心可别一下给自己磕没了，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一个大客户。女人似真似假的调侃。没有，就是最近烦，磕得多。于勇磕磕巴巴的解释，这反常的行为让女人瞬间神经紧绷。明天再说，我今天还有事。说着，他就想出去。情急之下，于勇上前拉了他。你先把货给我。女人不顾一切地甩开于勇的手，可刚一开门就看到外面的警察。她快速往后退了几步，突然从兜里拿出刀，在手腕上割下去。看着流出的鲜血，她大笑起来。我有艾滋，我看你们谁敢上来抓我。而她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，让一旁的于勇瞬间瘫软在地，昏厥了过去。就在女人分神看向于勇时，一位勇敢的警察冲了上去，死死按住流出胳膊，不让血液溅到他人。之后的警察一拥而入，牢牢地控制住女人。晕厥的于勇也被送到医院。醒来后的他听到了自己最不想听到的消息，他被确诊感染上了艾滋病。幸运的是，他并没有将病毒传染给妻子和父母。好好治疗，生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，不过以后他都离不开药物维系了。听到医生和家人的谈话，于勇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该是喜还是悲。他因为中彩票有钱才会染上毒瘾和艾滋，
如今又因为中彩票才有钱维系自己的生命。他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大笑话，从被人羡慕的神话到被人唾弃的笑话，也才仅仅过了10年而已。病情稳定后的于勇一天突然开启直播。有时候想想，如果当初没有中奖，平平凡凡的过一生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不过对于他的说法，直播间里的路人却是议论纷纷。于勇看在眼里，并没有回击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关掉直播。毕竟，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，多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